去 Toronto Islands 要在 Union Station 坐船过去。从地铁出来的时候，竟然看到日本的网美爱店 Present Arabica， 很多 YouTuber 都会带着他们家的咖啡在京都岚山搭配渡月桥拍照。去不成京都，只好在多伦多拍网美照。因为我们都没有做功课，就点了充满日本风情的 Kyoto Latte 和 Matcha Latte， 都很好喝，就是偏贵。Toronto Island 是 Lake Ontario 上的小岛群，但只有3个岛有港口。我们选择了最少观光客的 Walls Island， 搭乘时间大概10分钟，船票不算贵，可能是因为岛上仍有一些居民，这也是他们的主要交通工具。而且汽车是不能开上岛的，所以岛上许多人都是带脚踏车上船去市中心活动。当然也有针对观光客的其他商业船只，那使用和费用就完全不一样了。Toronto Islands 在20世纪中被规划为公共绿地来使用，因此居民只有土地使用权，房子不能任意转卖，只能由配偶和子女继承。下船后，旁边的海滩可以清楚看见多伦多的全貌，但早上的天空还是有点雾。我们来这里除了拍照，其实没有什么目标，唯一的餐厅也还没开，就在小路中穿梭，然后就意外到了没有人的地方，惬意的欣赏美景，看着加拿大鹅游泳。在乡间小路搭配着可爱的小屋，走起来很舒服，但缺点就是蚊子很多。本来每天都带着防蚊液出门，因为都没有用到，早上出门就特地拿出来放在饭店，结果就被蚊子叮到满头包。我们因为怕下雨，就放弃在岛上吃中餐，决定回到市中心去吃。走回到港口，天空比早上又更晴朗了，我们就在这里等待。在排队搭船的时候，发现很多人都带着脚踏车，有的看起来像是当地的居民。脚踏车后面还有着小拖车，放着日常用品，大概不是在采买的路上，就是刚才买回来。上船后，我们2个各自忙着拍照。这时候，一个老先生主动走过来问我们需不需要帮忙拍照，因为我们都不太喜欢入境，就婉拒了他的好意。他听了以后就很幽默地说 "You just met"， 加拿大人的幽默真的很可爱。午餐时，我们回到码头，在附近买了希腊小吃 Gyro。除了我们之外，还有水上计程车的员工也特地开着 Water Taxi 来这里买外带，可见这家店颇受欢迎。吃完中餐后，往水族馆的方向行进。在 downtown 穿梭时，意外的看到 Church's Chicken， 没想到也开到了多伦多了。途中也经过了一些景点，像是 CN Tower、Toronto Railway Museum 和 Rogers Centre， 不过我们只打算去水族馆，这些地方就没有安排参观。Railway Museum 没有看到经典的小火车在运行，查了一下，室内展区和小火车的营业时间不是完全重叠的，也不是每天都有，所以一定要事先确认营业时间。但如果错过开放时间，不用买门票也能在室外参观，还是能欣赏不同时期的车厢，但看起来好像没有开放参观车厢的内部。
继续往前走，很快就到另一个知名的景点 Ripley's Aquarium。因为这间水族馆在各大旅游介绍中几乎都是必访名单，所以我们也打算去看看。没想到一进门看到票价就有点想转身离开，因为不含税就要加币50元。虽然这里也是网络提前预约购票会比较便宜，但我们的行程没有那么确定，就不敢先买。加上气象预报当天下午会下雨，临时调整的行程，若是先买好票就会变得很麻烦。但既然都到了，网友评价又很高，还是咬牙买票进去的。里面人非常非常的多，我们2个因为身高不高，都要和小朋友一起卡位，厚着脸皮挤到最前面去拍照，不然真的什么都看不到。进公司没多久，主管就叫我研究他新买的打卡机。为了减少争议，他想把员工的上下班时间记录从手写表格改成用打卡机打卡。结果问题马上来了，吃饭时间要不要打卡？正常人都会认为打卡机本来就应该记录午饭时间，可惜我的主管不是正常人，他决定不打卡，因为女同事们每天都很晚吃中餐，不会同意。但实际上是他完全不敢跟女同事们提，这样一来，公司根本没有证明员工有 lunch break 的记录。按照加州劳工法，每5小时必须有30分钟的用餐时间，没有记录对雇主是不利的。按照法规，他们最晚下午2点要吃饭，明明不忙，每天还是拖到下午3、4点才吃中餐。但主管不敢要求他们遵守规定，就放任他们。因为这样，在计算工作时数时，就要从打卡时间主动去扣掉30分钟。但如果有人请假，就要换算法来计算出工作时数和请假时数。主管还自己发明了一套奇怪的计算方式，让工作时数加请假时数总和只有 7.5 小时，但正常要有8小时。他解释了很久，我都听不懂。另一位主管也被我邀请加入讨论，结果2人都说主管的算法是对的，我只好放弃理解他们的逻辑，写出公式请主管确认。大概1个月后，那位加入讨论的主管跑来说我算错时数，我也只能表示我一开始就表示这个算法怪怪的，但主管坚持要这样计算，我请他们跟主管反映。后来主管把我教训了一顿，我拿出之前 email 请他确认的计算方式给他看，结果他竟然说我误会他的意思了。当下觉得很委屈，我就告诉兔子，他叫我马上去跟主管清算薪水离职，但我觉得好像不太好，就还是留在这间公司。结果就开启了被集体霸凌的悲剧，就后悔怎么没有听兔子的话，快点落跑。本来对这间水族馆充满期待，但走完一圈后有点失望，因为比想象中的小，还贵。之前去过新系的水族馆，虽然票价便宜非常多，也不是个知名景点，但不管在参观体验、动线设计还是整体概念上，完胜 Ripley's Aquarium。重点是票价还很亲民，逛到最后，我们本来以为可以在纪念品区得到满足，化悲愤为力量，失心疯的买一堆可爱小动物回去，结果是我们多虑了。加拿大跟美国的风格果然如出一辙，都是走写实狂野派，每种动物都做得很粗犷，完全买不下去。真的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。日本一个小小的水族馆，每个商品都可爱到要努力控制自己，才不会不小心买太多回去。所以我们什么都没买，就默默的离去了。有些网友分享，去银行换加币汇率会比较好。我们在 Niagara 找了一家银行，但因为不是他们的客户，直接被拒绝换钱。最后只能照着当地的都市传说到赌场换钱，发现汇率真的比附近的 Currency Exchange 更好。不过到了多伦多市中心，发现汇率又比 Niagara 更好。所以如果来多伦多观光，建议第一天在市中心先换好加币，汇率会比较好。最后用美食来结尾。多伦多因为移民多，所以聚集了世界各地的美食，可说是吃货的天堂。